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為保護李沁讓楊紫擋槍，注意肖戰合照時的反應，真正愛誰太明顯了。娛樂圈的愛情向來不靠官宣生存，而是靠無數細節被一遍遍拆解、放大、解讀。哪怕當事人一句話不說，一個站位，一個眼神，一次身體的微妙傾斜，都足以在網絡世界掀起驚濤駭浪。近期，圍繞肖戰、李沁、楊紫三人的情感討論再次升溫。為保護李沁讓楊紫擋槍的說法在網絡上廣泛流傳，也讓不少觀眾重新審視那些被忽略的同框瞬間。心理學中有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：人可以控制表情，卻很難控制身體的下意識反應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身體語言在公眾人物的情感解讀中，往往被視為最真實的證據。在肖戰與楊紫的多次同框中，兩人互動自然，氛圍輕鬆，打鬧、說笑，眼神交流頻繁，看起來毫無距離感。然而在合照環節，肖戰的站姿卻格外端正，身體不偏不倚，雙手位置克制而禮貌，始終保持着一種標準安全距離。這種姿態更像是對好友、同事的尊重，而非親密關係中的自然靠近。反觀肖戰與李沁的同框畫面，恰恰呈現出另一種狀態。表面看似疏離，兩人鮮少互動，站位甚至刻意拉開距離，但在合影定格的瞬間，肖戰的身體卻多次出現下意識向李沁傾斜的細節。那種微妙卻明顯的偏向，不是舞台設計，也不像刻意為之，更像是一種無法完全掩飾的本能反應。不少網友注意到一個耐人尋味的反差：肖戰與之合作過一次的楊紫，在公開場合互動自然，毫不扭捏；而與合作多達5次，彼此早已熟悉的李沁，卻反而顯得生分。走戲時手虛放着，合照時堅持紳士手，仿佛刻意築起一道看不見的邊界。這種反差引發了大量猜測。有網友認為，真正重要的人才會被小心翼翼地保護。在流量高度敏感的環境下，任何越界的舉動都可能被無限放大。與其留下把柄，不如從一開始就選擇克制與回避。也正因如此，避嫌在某些粉絲眼中不是疏遠，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珍惜。如果說李沁代表的是溫婉、克制與安靜的力量，那麼楊紫則是另一種極具感染力的存在。她活潑、外向，情緒外放，笑容總是毫無保留。近期在微博之夜的造型中，楊紫以又辣又美的狀態驚豔眾人，纖細的身段與自信的氣場讓不少網友直呼狀態巔峰。她在採訪中提到的自律生活方式也再次成為討論焦點。正因性格與氣質的差異，很多觀眾更願意將肖戰與楊紫的關係理解為一種輕鬆、明亮的夥伴感，而非深層次的情感依賴。那是一種可以並肩打鬧，卻不必承擔情緒重量的關係。在相關話題下，網友的聲音呈現出明顯分化。身體不會說謊，肖戰偏向李沁的動作太明顯了。雙引號，真正愛一個人，反而會下意識保持距離，怕給他帶來麻煩。雙引號，也有人覺得一切只是鏡頭角度被過度解讀。雙引號，無論是誰，都希望他們能被溫柔對待。雙引號，也有理性的聲音提醒大眾，公眾人物的每一個動作都可能承載着過多投射。情感的真相或許遠比鏡頭呈現的複雜。在我看來，這場討論真正打動人的，並不是肖戰到底愛誰，而是大眾對被保護的愛的向往。人們渴望看到一種克制、隱忍卻堅定的情感，哪怕它沒有擁抱，沒有官宣，甚至沒有語言，卻依然在細節中被感知。也許肖戰只是一個足夠清醒的人，
懂得在名利場中如何守住分寸。也許李沁只是他生命中一個被認真對待、被謹慎安放的存在，而楊子則是他可以自在相處、無需設防的朋友。愛情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題，它可能是靠近，也可能是後退，可能是公開，也可能是沉默。在娛樂圈這個被放大鏡全天候照射的空間裡，退後一步從來不是怯懦，而是一種極高難度的自控。對頂流演員而言，每一次靠近都可能被解讀成曖昧，每一次沉默都可能被曲解為冷漠。可肖戰在李沁身邊，偏偏選擇了最不討喜卻最安全的方式，不主動，不越界，不制造任何可被截取的畫面。這種克制，在快節奏、強刺激的娛樂敘事裡顯得格格不入，卻也因此格外真實。如果說熱烈是愛情最容易被看見的形態，那麼克制往往是最昂貴的表達。有人會問，站姿真的有那麼重要嗎？答案是有的，因為在所有可被訓練、可被管理的行為中，身體重心的偏移最難偽裝。一個人面對鏡頭時，可以提前規劃表情，可以控制距離，甚至可以計算手放在哪裡最安全，但在那一瞬間，身體會本能地朝向讓自己感到安心、放鬆、在意的人。也正因如此，肖戰在與李沁合照時那種並不誇張卻屢次出現的身體偏向，才會被反覆截圖、反覆討論。它不是一個我要讓你們看到的動作，而更像一個我沒來得及藏好的瞬間。擋槍這個詞本身就帶着強烈的情緒投射。事實上，楊子在這段關係結構中更像是被捲入敘事的第三視角。他的明亮、外放與自然互動被部分人當作對比工具，卻忽略了他本身的獨立與完整。他不需要成為誰的掩護，也不該被簡化為任何關係裡的功能性角色。如果一定要說他的存在意味着什麼，那或許只是說明，人與人之間真的會有完全不同的相處模式。有的人讓你放鬆，有的人讓你謹慎。有的人適合並肩歡笑，有的人值得小心守護，這並不衝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支持肖戰偏愛李沁這一觀點的網友中，有相當一部分並非單純的 CP 粉，他們反覆強調的不是甜蜜，而是保護、邊界、尊重。這恰恰反映出當下觀眾對愛情敘事的變化。比起高調示愛，人們更容易被安靜但穩定的偏愛打動。有人在評論區寫道：如果有一天有人願意為了我，寧願被誤解、被冷處理，也不讓我站到風口浪尖，那我會覺得自己被愛得很認真。雙引號，這句話被點讚了上萬次。說到底，這場討論真正的問題，從來不是肖戰愛的是誰，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承認愛有很多種形態，並非每一種都需要被證明給旁人看。也許肖戰與李沁之間存在的是一種極其清醒的情感邊界，也許他只是比任何人都清楚什麼樣的距離才能讓對方走得更遠，也許一切都只是外界過度解讀。但無論哪一種可能，都不妨礙一個事實：他選擇了克制，而克制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。結語：無論真相如何，至少可以確定的是，在這段被反覆討論的關係中，三個人都展現了各自的成熟與體面。而真正值得被祝福的，從來不是站在誰身邊，而是在複雜世界裡依然願意溫柔對待彼此的那份初心。娛樂圈的故事會繼續翻頁，熱搜終將冷卻，但關於愛與克制、偏愛與守護的討論卻會一直存在。